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我是 Sandra。最近呢，加密货币市场的低迷，不仅让美国最大的交易所 Coinbase 第二季净亏损11亿美元，连上市公司 MicroStrategy 的净亏损呢，也一样是超过了10亿美元。而且根据外媒的报道呢，交易所 Crypto.com 在上周的全体员工会议上也表示，将要启动新一轮的裁员，而且规模呢，预计将会比第一轮大得多。其实Crypto.com 在今年6月进行第一波裁员后，公司呢当时是声称员工的工作都很安全，不会再裁员。当时 Crypto.com 以熊市作为理由，解雇了260名员工，占了员工总数的5%。那在裁员之前呢 ，Crypto.com 整个员工群中，大约有45% 是在2021年到2022年这段期间被雇佣的。大规模的招聘是为了要实现增长，但其中大部分员工却也在目前的熊市情况下不再被需要了。虽然官方没有证实细节，也没有确认6月份实际的裁员人数，但是很明显的是，在这波的熊市当中，有不少的企业为了要节省开支，将人力成本缩减。Crypto.com 除了在6月份进行裁员以外呢，更是在7月调整了不同等级的红利卡福利和消费回馈。当时最吸引人的商家福利以及回馈，未来在比较低等级的卡片上也将不再有。除了现阶段传出又要2度裁员，以及缩减信用卡福利等消息，现在Crypto.com 更是宣布将要耗资上亿进行体育馆场翻修。各种利空的消息呢，就让不少用户开酸抱怨，与其花费大量的预算做一些品牌行销，不如就是实际把这些钱拿来回馈用户，又或者是你有钱赞助体育馆，不如为用户建立加密货币储备等等这些言论。其实加密货币的交易所或者是各大资产管理平台，每间公司都在激烈的市场中竞争。那为了要提升知名度所以很多的公司都在行销上投入大笔的预算广告行销，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像是请艺人代言拍广告、冠名体育场、赞助赛事、举办公益活动等等。同时呢，企业们为了要吸引更多的用户进入 Web3 的世界，所以呢也砸了不少钱增加曝光度。比较耳熟能详的广告，像是 FTX 交易所已经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建立伙伴关系，并且也签下了洛杉矶天使队的球星大谷翔平当代言人。另外呢，也有和 NBA 的知名球星 Stephen Curry 和迈阿密的热火队呢都有合作。然后像是今年春天在迈阿密举办的一级方程式大赛中，整个赛事呢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 Crypto.com 的标志。那这些呢，都是为了确保品牌可以大量的曝光。随着最新的加密货币操作周期在2021年达到了巅峰，在短短几年内呢，也迅速发展的2家交易所，也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放在职业体育馆场。FTX 于2021年3月以1.35亿美元，为期19年的合约，获得了迈阿密热火篮球队体育场的冠名权。另外呢 ，Crypto.com 采取了更大的行动，在2021年11月与美国 AEG 集团达成了协议，将旗下位于洛杉矶的著名运动场馆 Staples Center 冠名为 Crypto.com Arena。根据消息也指出，Crypto.com 甚至是以天价7亿美元的金额买下了洛杉矶球场20年的冠名权，那这也号称是体育史上最高的冠名权交易。长期以来球场冠名权就被认为是仅次于球衣赞助和球衣贩售的商业广告收入第3大来源。而 Staples Center 呢，一直是洛杉矶当地具有相当指标性的一个地方。自从1999年启用 Staples Center 以来，就经历了不少历史性的战役，举办过无数场运动音乐展览等活动。那作为一个运动场馆而言呢，这里见证过了7次 NBA 总冠军赛、5次 WNBA 总冠军赛、2次史坦利杯决赛，以及无数次经典的拳击冠军赛。不管说你是着迷什么样的运动Staples Center 绝对在这些活动上呢都占有了不少的意义。
虽然也有很多的体育球迷似乎在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很多的人呢，则认为说更名是让整个加密行业的合法化。不过，这些加密企业豪值千金打广告的情形，在整体市场进入熊市的情况后，也有所反转。像是加密货币企业在各大数位平台上的广告支出，相较于去年11月就下跌了将近90%。虽然说冠名体育场馆呢大量的曝光了 Crypto.com， 但是呢这并不能保证公司的成功。例如MLB 休斯顿太空人棒球队的主场呢，就曾经有安然集团冠名，但后来安然集团因为财务造假事件，最终导致破产。那这也对太空人队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球队不得不提前与他们结束合作。又或者是西元2000年，美国科技的风险投资公司 CMGI 与 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达成了一份为期15年的主场冠名权合约，但是在交易达成后CMGI 的营运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因为负担不起冠名费，所以双方的合作呢也宣告破裂。CMGI 还因为这个原因支付了不少的违约金。尽管说有潜在的经济利益，但是出售主场冠名权的投资回报率呢，也让各大公司犹豫不决。对于投资公司来说，收入是首要考量的因素。虽然说冠名体育场可以让 Crypto.com 的知名度打开，因为对于一个新创交易所来说，品牌的认知度相对也是比较低。但是当时的市场是处于火热的牛市，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惨淡的熊市呢，会让加密货币市场如此的萎靡。再举更极端一点的案例，像是 Voyager Digital 呢，曾经与达拉斯小牛队和全国女子足球联盟签署长期协议，但是 Voyager Digital 在今年的7月就申请了破产保护，那这无疑也是让这场合约告吹。而这阵子呢 Crypto.com 也陆续传出裁员的消息，这也让我们不禁开始思考，究竟这场交易呢是否值得？总体来说呢，冠名赞助一座体育场馆，能够使观众在情感上还有品牌拉近距离，并且借助场景的力量呢，来提升品牌的消费。但是，当冠名的赞助商的企业由于经营的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时，也会对球场和主场的球队产生负面连带效应。不过呢，还是也有一些标志性体育场认为冠名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像是兰波球场、芝加哥的军人球场和洋基体育馆等等。毕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些冠名的投资回报率。企业喜欢做冠名，他们觉得冠名是好投资，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花多少的钱才会是好的回报。所以，如何实现自有品牌的价值，扩大收入来源，我想这才是任何一个企业现阶段最需要考量的问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